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我们马上来看今天的主题。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你看事情真的只有一个角度吗？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对不对？但它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我们每天都在犯，却可能完全没有察觉到的巨大思维陷阱。比方说，在台湾，我们是不是常常听到一些刻板印象？讲到工程师，你脑中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是什么？是不是格子衬衫、黑框眼镜，感觉有点宅，不太会跟人聊天，整天就是对着电脑打扣的？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单一故事的可怕威力。坦白说，这种标签很方便，真的，它让我们的大脑能够超快速地给这个复杂的世界贴标签进行分类，但它同时也危险得不得了，因为它把一个个活生生、有血有肉、思想复杂的个人，直接压成了一个完全平平的、没有深度的标签。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深入拆解的就是这个概念——单一故事的危险性。这个概念是来自奈及利亚裔的知名作家奇马曼达大提奇，在一场非常经典、影响了全球数千万人的 TED 演讲，他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眼中所看见的永远不可能是世界的全貌。相信我，今天的这场分析将会彻底挑战你看待世界、看待他人，甚至是看待你自己的方式。好，那我们今天的分析路径会是这样哦。首先，我们会先拆解单一故事的核心概念，看看它是如何不知不觉地像空气一样塑造了我们的现实。接着，我们会探讨这些故事到底是怎么被植入我们脑中的，背后的机制是什么。第三部分，重点来了，我们会谈到故事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也就是权力游戏。第四，我们会来个当头棒喝，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单一故事的加害者。第五，别担心，我们会找到解药，也就是用更多的故事来平衡单一的观点。最后，我们会看到，当我们学会拥抱多元观点时，如何能重获一个更丰富、更像人间天堂的视野。好，那我们就从第一部分开始，单一故事是如何塑造我们的现实。阿蒂奇用他自己的童年经验做了一个最生动，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荒谬的示范。他从小在奈及利亚的大学校园里长大，家境算是不错，很早就学会阅读，2岁就开始看书了。但问题来了，他读的书全部都是英国跟美国的童书。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投影片，这个对比真的非常强烈，对吧？在书里的世界，主角全都是白皮肤、蓝眼睛的小孩，他们在雪地里玩耍、堆雪人，吃的是苹果，而且书里的角色还很爱讨论天气，会说哦，太阳出来了，天气真好之类的。但现实中呢，阿迪奇活在奈及利亚，那里根本从来不下雪，大家吃的是又香又甜的芒果，而且天气永远都热得要命，所以根本没有人会去讨论天气好不好，因为答案永远都一样嘛。更好笑的是，书里的角色还喝一种叫姜汁啤酒的东西，他那时候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因为书看多了，竟然让他后来有好长一段时间都非常渴望能尝一口那种只存在于想象中的饮料。你看，这个影响真的非常深远。他说，这无意中造成的后果是，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原来也可以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这就是单一故事最可怕的地方，因为他读到的故事只有一种版本，他就下意识地认为书的本质就必须是关于外国人的，是关于那些他无法亲身认同的事物。这等于是在他小小的心中画下了一道想象力的天花板。直到他后来接触到像是西诺尔·阿切贝这些非洲作家的作品，他的世界观才瞬间被颠覆。他突然意识到，原来皮肤像巧克力一样，头发卷到绑不成马尾的奈及利亚女孩也可以是故事的主角。这个发现把他从书本只有一种样貌的单一故事监狱中彻底的拯救了出来。好了，理解了单一故事的概念后，下一个问题就很关键了，这些故事到底是怎么被植入我们脑中的？阿迪奇用了一个关于同情心的个人案例，给了我们一个既震撼又无比熟悉的答案。他们家以前有个叫菲德的帮佣男孩，来自附近的村庄。
关于菲德这家人，他妈妈告诉孩子们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他们家非常穷，所以每次阿迪奇吃不完晚餐，他妈妈就会用那种我们都很熟悉的语气说：“把饭吃完，你不知道菲德家的人都没东西吃吗？”于是，在小阿迪奇的心中，菲德这一家人的完整故事就被简化成只剩下一个关键字，就是贫穷。他对他们充满了巨大的、纯粹的、从上而下的怜悯。但转捩点发生在一个周六，他们全家去菲德的村庄拜访。菲德的妈妈很骄傲地给他们看了一个篮子，那个篮子是用染色的九爷纤维编织的，上面的图案非常精美，那是菲德的哥哥做的。那一瞬间，阿迪契说他吓呆了，他从来没想过菲德家的人竟然有能力创造出这么美的东西。因为他过去听到的、被植入的，全部都是关于他们有多穷、有多匮乏，这导致他完全无法想象他们可以是贫穷以外的任何样貌。他们可以是穷人，但怎么可能同时是有才华的创造者呢？他脑中的那个单一故事在那一刻被彻底击碎了。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可以说是今天最核心的观念之一。从这个故事，阿迪切提提炼出了一个关于刻板印象最精准的定义。他说，刻板印象的问题不在于他们不真实，而是在于他们不完整。他们的危险之处就在于把一个面向的故事变成了唯一的故事。就像菲德家，他们穷，这是事实没错，但他们同时也很有才华，很努力，很勤劳。那个单一的贫穷故事恰恰就抹杀了除了贫穷之外的所有其他面向，它剥夺了他们身为人的复杂性，把他们变成了一个扁平的、等待被同情的受害者。讲到这里，我们必须要进入更深一层的讨论了。重点来了，单一故事的形成从来都不是偶然的，它背后其实是一场看不见的权力游戏。我们必须要问，到底是谁有权利去定义故事、传播故事，并且让这个故事成为大家普遍接受的主流版本？阿迪契19岁的时候到美国念大学，他的美国室友对他的一切都感到非常惊讶。这个室友一见到他就用一种很天真的语气问他是在哪里学会说这么流利的英文。当阿迪契回答说奈及利亚的官方语言就是英文时，室友一脸困惑。他还问说可不可以听听看所谓的部落音乐。结果阿迪契拿出玛丽亚凯莉的卡带时，他大失所望。更好笑的是，他甚至理所当然地认为阿迪契不会用瓦斯炉。阿迪契这才意识到，他的室友在见到他本人之前就已经对他产生了怜悯。这不是恶意的怜悯哦，而是一种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善意。这位室友脑中只有一个关于非洲的单一故事，一个关于灾难的故事。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关于非洲的故事在西方世界会变成单一的灾难叙事？阿迪奇用了一个他家乡伊博语的词汇来解释，这个词叫 Nkali， 它的大意是比他人更强大的意思。这个词真的非常精辟，它点出了故事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这个 Nkali 原则不仅定义了我们的经济和政治世界，也同样定义了故事的世界。一个故事如何被诉说，由谁诉说，何时诉说，有多少版本，完全取决于权力。权力不仅是能讲述他人的故事，更可怕的是，它能将这个故事变成关于那个人的权威版本、最终版本。那权力具体是怎么定义故事的呢？有几个关键步骤。第一，权力决定了故事从哪里开始。有一位巴勒斯坦诗人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超棒。他说，要剥夺一个民族最好的方法，就是讲述他们的故事史从第2章开始。你想想看，这比喻是不是太妙了？比方说，如果你从印第安人的弓箭讲起，而不是从英国人的登陆开始，你就会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同样地，如果你从非洲国家的失败讲起，而不是从殖民主义者在地图上随意划定国界开始，你得到的也会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权力就是选择故事起点的权利，然后它会垄断叙事的声音，透过媒体、教育、文化，不断重复这个版本，直到这个单一故事变成了唯一的故事，变成了理所当然的常识。听到这里，我们可能很容易觉得单一故事是别人犯的错，是那些有偏见的人的问题。
但接下来的这个转折告诉我们，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嘿，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常常在犯同样的错。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可能是单一故事的制造者与加害者。阿第七就分享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非常诚实。几年前，他从美国去墨西哥旅行，当时美国的政治氛围很紧张，媒体上每天都在辩论移民问题，而移民这个词几乎就跟墨西哥人画上了等号。新闻里充斥着墨西哥人如何滥用健保系统，如何偷渡边境，如何在边境被逮捕等等的故事。一个悲惨移民的单一形象就这样透过媒体的讯息轰炸，深植在每个人的心中，当然也包括他。带着这些根深蒂固的印象，他去了墨西哥。结果呢？你猜猜看，他看到了什么？结果他在瓜达拉哈拉的第一天，看到的是人们去上班，在市场里开心地做着墨西哥卷饼，在路边抽烟大笑。他看到的是再正常不过、充满生命力的日常生活。他说，他先是感到一丝惊讶，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但随后一股巨大的羞愧感淹没了他。他意识到自己完完全全被媒体报道给洗脑了。在他心中，墨西哥人已经被他自己简化成了一个单一的、扁平的悲惨形象。他说，我全盘接受了关于墨西哥人的单一故事，我对此羞愧的无以复加。你看，即使是像他这样深刻理解单一故事危险性的人，也难免会掉入陷阱。这真的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对吧？好了，既然我们诊断出了问题的根源，也诚实地承认了自己可能是问题的一部分，那解药到底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对抗单一故事的危险？答案其实很简单，但执行起来需要我们刻意的去练习，那就是用一个平衡的故事来对抗。阿第七提出了一连串的如果。他说，如果当初他的美国室友不只知道关于非洲灾难的故事，也同时知道这些故事呢？比方说，知道他的奈及利亚出版商是一个放弃银行高薪工作，去追寻文化理想创办出版社的男人；知道他的朋友是一位勇敢的电视主持人，专门报道那些有权者宁愿被遗忘的真相。如果室友知道奈及利亚有自己的电影产业诺莱坞，那里的人充满创意，在极度艰困的条件下拍出无数受欢迎的电影。如果他知道奈及利亚有位女性律师为了挑战一条荒谬的法律，也就是女性更新护照居然需要丈夫同意，而告上法庭，并且最终胜诉了。这些全都是奈及利亚真实发生的故事，他们跟灾难的故事一样真实，但却很少被世界听见。简单整理一下，这张投影片总结了故事的核心力量。故事这个东西，它本质是中性的，但它可以被用来剥夺人的尊严，用来污蔑一个群体。但同样的，它也能被用来赋予力量，还原人性。它既是武器，也是解药。关键就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去主动寻找、聆听，并且分享故事的另一个，甚至是另外好几个版本。好，我们来到今天分析的最后一部分，结论。当我们学会了用多元故事来对抗单一故事，我们最终会得到什么？阿第七用了一个非常美的比喻来总结这一切。他引用了美国作家爱丽丝·华克的话，说当那些移居北方的亲戚读到一本描写他们南方故乡生活的书时，一种天堂被重拾了。阿第七接着说，当我们拒绝单一故事，当我们认识到任何地方都绝不可能只有一个单一故事时，我们就重获了一种天堂。这个天堂指的并不是一个没有问题的乌托邦，而是一个充满多元视角、充满复杂性、充满人性尊严的世界。在那里，我们不再用扁平的标签去定义彼此，而是能够真正的看见一个完整的、立体的人。最后，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思考：在你自己的生活中，有没有哪个你一直以来深信不疑的单一故事，正在等着被你挑战？可能是关于某个族群、某个国家、某个职业，甚至是关于你身边的某个人，又或者是关于你自己的故事。好，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单一故事的危险不在于它假，而在于它不完整，它会把复杂的现实简化成扁平的刻板印象。第二，故事的背后永远有权力在运作，决定了哪个版本会成为主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
解药就在我们每个人手上，那就是主动去寻找、聆听并分享更多元的故事，来创造一个平衡的观点。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